老爸，我想要买脚踏车。对，听老爸的，过几年你就想买机车了。老爸，我想要买机车。对，老爸的经验，有马子你就想开车了。老爸，我有婆了，我想要买休旅车。对，老爸的车库，你自己去挑一台。老爸，可是我马子也想要做海神。做爱神？你们要搞啥屁事啊？是海神啊，玛莎拉蒂，豆干乡下人。在家懒惰虫，上班瞌睡虫，马路毛毛虫。上班塞车，下班塞车，假日开车。想标极速找不到道路，尾数是转导后被拍到的超速。常常下雨的北北基桃族，请给我高扭低转的 ABS 速克达。家和公司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开车就是塞在高架桥看影片，骑机车上下班，快速又赏心悦目。停等红灯看好料，绿灯起跑靠弹跳。通常 CVT 速克达起跑转速约4500转，一台高扭力低转速的水冷 ABS 速克达最适合在湿湿滑滑又一堆标线的北北基路口弹射起步，脱离车阵，超车辣妹。我是卡神。看片的操控感、骑乘感、舒适感、大车厢人车一体的影片，我只要能快速到达公司，让我动力不软脚的好车，要冲出有蛮力，要冲进靠扭力。Kymco KRV 175 ABS， 排气量 175.1cc， 最大马力 17.03 匹， 最大扭力 15.49牛顿米，装备重量 133.5 公斤。Yamaha Force 155， 排气量 155cc， 最大马力15匹，最大扭力 13.7 牛顿米，装备重量141公斤。Yamaha S-Max 155 ABS 和 Force 同一颗引擎，车重多了7公斤。SYM DRG 158 ABS， 排气量 158cc， 最大马力 15.5 匹，最大扭力 15.1 牛顿米，装备重量135公斤。Cygnus Greyfus 125 ABS， 排气量 125cc， 最大马力 12.24 匹，最大扭力 11.2 牛顿米，装备重量124公斤。PGO Tiguan 150 ABS， 排气量 150cc， 最大马力 16.5 匹，最大扭力 14.1 牛顿米，装备重量131公斤。PGO Tiguan 200， 排气量 198.8cc， 最大马力 19.7 匹，最大扭力 17.5 牛顿米，装备重量156公斤。除了地瓜200是双凸，其他6台都是单缸单凸。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水人就不怕塞车，简简单单的超车，扭力要够。当红灯结束之后，表快也喜欢一个人寂寞。假设这7台车扭力曲线的斜率都是相似的，以扭力峰值最低的 SYM DRG 为低标，将 RPM 都推到5500转时， SYM DRG 158扭力为 15.1 牛顿米，在5500转。Kymco KRV 175扭力为 13.1 牛顿米，在5500转。Yamaha Force 155扭力为 12.6 牛顿米，在5500转。Yamaha S-Max 155扭力为 12.6 牛顿米，在5500转。Yamaha 劲战6代125扭力为 10.3 牛顿米，在5500转。PGO 地瓜150扭力为 11.1 牛顿米，在5500转。PGO 地瓜200扭力为 12.8 牛顿米，在5500转。
扭力排序为第一 DRG， 第二 KRV， 第三地瓜200，第四 Force 和 S-Man， 第六地瓜150，第七进站6代。车子不会自己跑，所以一定要加上人肉重。车厂在宣称他们的新车时，减东减西，减车价，减了几公斤，那种都听听就好。就算如魔术般的减了3公斤，占车重高达 3%， 加上我3餐吃泡面宅男的体重70公斤，又刚刚去兴业吃到饱，加上挂钩上2杯50兰珍奶，车身减重根本无感，引擎扭力才是决定你是吹风还是吃尘。成绩揭晓，第一名 SYM DRG， 车重135公斤，加上车手70公斤，合计205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5.1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4.22 牛顿米，70公斤下。第二名 Kymco KRV， 车重134公斤，加上车手合计204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3.1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68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87%， 超过11万的车。第三名 Yamaha Force， 车重141公斤，加上车手合计211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2.6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42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81%， 对得起售价。第四名 Yamaha SM， 车重148公斤，加上车手合计218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2.6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31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78%， 相同售价，力量不同。第五名 PGO 地瓜200，车重156公斤，加上车手合计226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2.8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24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77%， 很意外，胖就是重。第六名 PGO 地瓜150，车重131公斤，加上车手合计201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1.1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16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75%， 售价相同，和 S-Man 难兄难弟。第七名 Yamaha 进站6代，车重124公斤，加上车手合计194公斤，以5500转来换算，其扭力值为 10.3 牛顿米，以静止起步初速度下4500转输出为 3.04 牛顿米，70公斤下，扭力值为 DRG 的 72%。 旗袍软趴趴早不是秘密。本次的发想是以塞在车身或是红灯起跑的瞬间脱离车群的敏捷度，或是解释成弹跳起步的能力也可以。这部分可以透过传动的改装轻易解决，但单改传动的配置只是挖东墙补西墙，若是全面提升轻量化的改法，又是另一个境界。本集是以原厂的设定下比较，提供大家在红灯停止线时挑对手的简单基础。雅马哈进站6代改了，虽然马力也一并提升，但是在内外销市场考量下，省油是第一且不可动摇的贞洁牌坊。当对手默默将 150cc 数当作没意义的潜规则，为了国际规格傻傻固守 125cc 的天条，成了虽然海底鸡，动力一代不如一代，改虽然依旧被海放的宿命。虽说要动力网上有 Force 可以买，但是推出 Cygnus 155也不是啥剁手剁脚的事，只是台湾特规，原厂说 no， 修道士说 no， 梦醒后我一切都没有。以上分析纯属梦境，如有雷同，表示我们怀着相同的理想。我爱赏车，不爱改车，存了钱，我喜欢领牌换新车，感受那种等车的雀跃和焦虑。喜欢这影片，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还有打开那个讨厌的小铃铛。下期见，拜拜。